大家好，我是苏苏姐家的糖糖，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万物有灵系列庭院小花篮暖秋款。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这款产品分为郁金香、向日葵、玫瑰花、小雏菊、小蜜蜂和整个组装。先单独学习每个花枝的钩织和组装方法，再组合在一起整体组装。先学习郁金香，单个花枝包含2层花瓣、1片叶子、花蕊和花干。先完成花瓣和叶子的钩织，再进行组装。先学习花瓣的钩织，花瓣包含内层花瓣和外层花瓣，2层花瓣是单独钩织的，都是环形起针，沿着起针的线圈绕圈钩织。用到的针法有锁针、短针、引拔针、中长针、长针和短针剪针。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在正式钩织之前，先学习钩织的基本姿势。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我用粗棉线演示，具体的线材、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首先，环形起针，这里可以采用单环起针的方法，将线头在左手小拇指上绕一圈，从中指与食指之间穿过，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右手拿起钩针，放在线的右侧，逆时针绕一圈，左手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线圈要大，再把钩针放在线的左侧，绕线，将线勾出，单环起针就完成了。开始钩第一圈，立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绕线，将线勾出，锁针完成，短针的起立针不算一针。接着钩一个短针，钩针穿入起针的大洞，绕线，将线勾出，钩针上有2个线圈，再绕线，将线一次勾出，一个短针就钩好了。短针右上方有一个 V 字形的2根线，这个就是短针的针目，一个针目表示一针。继续钩第2个短针，穿入大洞，将线勾出，绕线，将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2个线圈，又一个短针完成。对照图解，这一圈一共要钩6个短针，继续将剩下的4针钩完。3针，4针，5针，
6针。完成后，起针的线圈暂不处理，方便后期组装。我们将纹理清晰的一面作为正面，起针的线头放到正面来，接着找到第一个短针的针目，如果找不准，可以从最后这个针目往回数6个。在这个针目上钩一个引拔针连接，穿入钩针，绕线，将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引拔针完成。这样的一个位子就是引拔形成的辫子。这里连接的引拔针不算一针，需要拉紧，以免后面多钩。第1圈就讲完了。继续钩第2圈，先立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绕线，将线钩出，锁针完成。注意，短针的起立针都不算一针，后面就不重复说明了。然后在上一圈第一个短针的针目上，也就是刚刚引拔的同一个入针位置，钩一个短针，接着钩11个锁针，完成后，找到倒数第3个锁针，在这个锁针上挑上方半针，也就是这样的一根线，钩一个短针，继续在左侧相邻的锁针上挑上方半针，钩一个短针，按照同样的方法继续挑锁针上方半针，一一对应钩短针，将剩下的7个锁针位置钩完。完成后，在下方左侧相邻的短针上挑针目，钩一个短针，为了方便讲解，我们将已经钩好的部分称为一组，继续钩第2组。先在左侧相邻的针目上钩一个短针，然后钩11个锁针，完成后
从倒数第3个锁针位置开始，挑上方半针，一一对应钩短针，总共钩9个短针。完成后，在下方左侧相邻的针目上钩一个短针，又一个组合完成。按照同样的方法，继续钩完第3组。完成后，在第1个短针针目上引拔连接，穿入钩针，绕线，将线一次钩出，拉紧。这样第2圈就讲完了。继续钩第3圈，另一个锁针，然后在第1个短针针目上钩一个短针，接着找到这9个短针的倒数第2针，在这一针的入针位置钩一个短针，然后在左侧相邻的入针位置钩一个中长针，绕线1圈，穿入钩针，将线钩出。钩针上有3个线圈，绕线，将线一次钩出，一个中长针就钩好了。对应右上方也有一个V字形的针目，继续在左侧相邻的入针位置钩第2个中长针，绕线1圈，穿入钩针，将线钩出，绕线，将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3个线圈，又一个中长针完成。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在左侧4个入针位置分别钩一个中长针。完成后，在左侧相邻的入针位置钩一个短针，然后在顶端挑几根线钩一个短针，注意不要挑到这个短针的针目上。同一个入针位置再钩一个短针，然后钩一个锁针，继续在同一个入针位置钩2个短针，
完成后，这里可能会将左侧相邻的短针针目盖住，可以将钩好的部分往右侧移一下，接着在左侧相邻短针针目上钩一个短针，继续挑针目，钩6个中长针和2个短针。最后一个短针应该刚好钩在上一圈这9个短针的最后一针上。为了方便讲解，我们将钩好的部分看作一组，继续钩第2组。先跳过一针，在左侧第2针上钩一个短针，然后在这9个短针的倒数第2针入针位置钩一个短针，接着在左侧入针位置依次钩6个中长针和1个短针。完成后，在顶端挑几根线，同时钩2个短针，注意不要穿入这个短针的针目上。1个锁针和2个短针，完成后，在左侧针目上依次钩1个短针、6个中长针和2个短针。这样第2组就钩好了。按照同样的方法继续钩完第3组。完成后，在第1个短针针目上引拔连接，拉紧。第3圈就讲完了。继续钩第4圈，钩之前先将线固定一下，拉大线圈，将钩好的部分从线圈中穿过，拉紧。接着找到倒数第3个针目，
也就是最后钩织的这个中长针，穿入针目，将线勾出，肚线轻轻拉直即可，不要拉太紧。这样就将线过渡了一下。接着跳过下方4个短针，在左侧第一个中长针针目上钩一个短针，短针不要钩太松。然后一一对应钩5个中长针，完成后，在左侧相邻的针目上同时钩一个中长针和一个短针，接着在左侧相邻针目上钩一个短针，继续在左侧相邻针目上同时钩2个中长针，完成后，在左侧锁针位置钩一个短针，注意不要挑在左侧这个短针针目上，如果找不准，大致即可。接着在左侧相邻针目上同时钩2个中长针，继续在左侧钩一个短针，然后在左侧这个针目上同时钩一个短针和一个中长针，完成后一一对应钩5个中长针，不算开头的短针。我们将钩好的部分看作是一组，一组钩完后，接着钩一个短针减针，先在左侧相邻的针目上钩一个短针未完成针，穿入钩针，将线钩出，这个就是短针未完成针。钩针上的线圈不要太松。下方跳过4个短针，在下一组第一个中长针针目上继续钩一个短针未完成针，穿入针目，将线钩出，同样线圈不要太松，然后绕线将线一次钩出，一个短针减针就钩好了。接着钩下一组，也就是从左侧相邻针目开始，先一一对应钩5个中长针，
然后在左侧相邻针目同时钩一个中长针和一个短针，继续在左侧相邻针目钩一个短针，左侧相邻针目同时钩2个中长针，完成后，在这个锁针位置钩一个短针，然后钩织和这一侧对称的针法，一直钩完连续的5个中长针。又一组就钩好了，继续钩一个短针减针，也就是先在左侧相邻针目以及下一组第一个中长针针目上分别钩一个短针为完成针，然后绕线，将线一次钩出。又一个短针减针完成，继续钩完剩下的一组。完成后，在开头短针针目上引拔连接，拉紧，然后钩一个锁针固定，拉大线圈，预留10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拉紧，最后将正面纹理朝外，结尾的线头从里面藏几针，并从中心动眼穿到外面来。这样，内层花瓣的钩织方法就讲完了，大家将剩下的内层花瓣都钩完即可。继续学习外层花瓣的钩织方法，起针和第一圈与内层完全相同，第二圈针法和内层大致相同，只是每组这里要多钩3个锁针和3个短针。大家参考前面的演示，结合图解钩好前2圈，我已经钩好了。钩好后，我继续演示第3圈，立一个锁针，然后在第一个短针上钩一个短针，接着在这里倒数第2个短针的入针位置钩一个短针，左侧相邻入针位置钩一个中长针，继续在左侧相邻入针位置钩一个长针，绕线1圈，穿入钩针，
将线勾出。钩针上有3个线圈，绕线，将线从前2个线圈中勾出，还剩2个线圈，再绕线，将线一次勾出，一个长针就勾好了。对应右上方也有一个V字形的针目，左侧相邻入针位置继续勾一个长针，绕线1圈，穿入钩针，将线勾出。钩针上有3个线圈，依次绕线，将线从前2个线圈中勾出，重复2次。又一个长针完成。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一一对应钩4个长针。完成后，一一对应钩2个中长针。到了要钩织短针和锁针的位置，针法和内层对应位置相同，大家结合图纸将这里勾好，并勾好剩下的部分，一直勾完最后这个短针针目位置。我们将勾好的部分看作一组，继续将剩下的2组勾完。完成后，在第1针上引拔连接。第3圈就讲完了，继续勾第4圈。这一圈的钩织方法和内层大致相同。首先将线固定一下，然后将线过渡到最后钩织的这个中长针位置，也就是倒数第3个针目上。接着在第1组第1个中长针针目上钩一个短针，继续对照图纸一直钩完这半边的长针针目位置。完成后，在这2个中长针针目上钩一个短针减针，大家继续对照图纸钩完这一圈。完成后，
在第一个短针针目上引拔，然后正常断线，结尾的线头也在里面藏一下，并从线圈中穿到外面来。这样外层花瓣的钩织方法也讲完了，大家同样将剩下的外层花瓣都钩好备用。继续学习叶子的钩织方法。叶子是锁针起针，沿着起针的辫子绕圈钩织，最后一圈边钩边包裹细铁丝。用到的新针法是锁针3针的狗牙拉针，下面请看我演示。首先起针，左手挂好线，右手持针，钩针放在线的右侧，逆时针绕一圈，左手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再把钩针放在线的左侧，绕线，将线勾出。起针的这个结不算一针，拉紧。注意钩针上的线圈不要太紧，不然后面不太好钩。开始起锁针，一直起到需要的针数。大家看，这个就是锁针起针后的样子。接着钩第一圈，第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接着找到倒数第2个锁针，在这个锁针上挑上方半针，同时钩2个短针。完成后，在左侧2个锁针上分别钩一个短针。这一侧接下来都是调锁针上方半针钩织。继续对照图纸，依次钩织对应数量的中长针、长针、中长针和短针，一直钩完，剩下1个锁针。完成后，在最后这个锁针上，先钩2个短针，然后钩一个锁针3针的狗牙拉针，后面简称狗牙拉针。先钩3个锁针，然后同时挑下方短针针目的前半针，也就是针目靠近自己的这根线，以及左侧一根线，钩一个引拔针，一个狗牙拉针就钩好了。继续在这2个短针的同一个入针位置钩一个短针，完成后从左侧相邻锁针开始，注意不要穿到这3个短针的同一个入针位置。
挑剩下的2根线，也就是这一侧针法的相同入针位置，钩织和这一侧相同的针法，一直钩到剩下1个入针位置。线头放在钩针上方，边钩边包裹进去。完成后，在开始的这个入针位置，同时钩3个短针。最后，在第1个针目上引拔连接，这样第1圈就讲完了。我们同样将纹理清晰的一面作为正面，继续钩第2圈，先从第1针位置开始，一一对应钩织和下方相同的针法。一直钩完这个狗牙拉针对应下方短针的右侧相邻位置。完成后，在这个短针针目上钩一个短针，这个针目可能有点变形，如果找不准，大致调2根线钩织即可。接着，在这个狗牙拉针的洞眼中钩2个短针，同样洞眼如果找不准，大致调几根线钩织。2个短针钩好后，钩一个狗牙拉针，也就是先钩3个锁针，然后同时挑针目前半针以及左侧1根线，钩一个引拔针。狗牙拉针完成，继续在狗牙拉针的洞眼中钩一个短针，也就是这2个短针的同一个入针位置。然后在左侧针目上依次钩织和下方相同的针法。一直钩完最后1个针目。最后引拔连接，这样第2圈就讲完了。继续钩第3圈，注意这一圈需要包裹细铁丝，立一个锁针，然后钩一个短针，先穿入针目，取出细铁丝。这里细铁丝的颜色不做参考，主要讲解方法。
开头预留15厘米左右，将细铁丝放在钩针上方，边钩边包裹进去。继续一一对应钩短针，铁丝每次都是放在钩针上方，边钩边包裹。按照这样的方法一直钩完。这个狗牙拉针下方对应短针的位置。完成后，在这个狗牙拉针的洞眼中同时钩3个短针。然后继续一一对应钩短针，将这一圈钩完。完成后，在第一针上引拔断线。结尾同样预留15厘米左右的细铁丝剪断。线头暂不处理，这样一片叶子就钩好了。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剩余叶子也完成即可。所有花瓣和叶子都钩好后，需要将它们组装成这样一只完整的花。叶子的位置随机。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组装方法。首先，取出内层和外层花瓣，以及一片叶子放在一边备用。接着取出这样的花蕊和一根花杆，然后将花蕊大致对齐。对折，将对折处和花杆一端稍微重叠一点，花蕊大致分散开。然后用花瓣的同色线缠绕一下，开头预留10厘米左右，缠紧一点。为了牢固，可以在起始位置涂抹适量胶水，
大约缠2厘米即可。完成后，将线头预留10厘米左右剪断，然后将2个线头打结固定。结尾也可以涂抹少量胶水。接着将花杆穿入内层花瓣的中心，将这2个线头从中心勾出，然后收紧花瓣起针的线圈，也就是直接拉紧这个线头。继续将外层花瓣也穿上去，这些线头同样从这个洞眼中勾出。再将外层花瓣的线圈也收紧。接着调整一下内层花瓣，将其底部紧靠着外层花瓣，并大致错开。然后用胶水在下方固定一下。大家实际可以多涂点胶水。等胶水干后，调整一下花瓣的位置，使花蕊的顶部和花瓣大致齐平。接着取出叶子的同色线，
从花瓣底部开始缠绕，将线头同时缠进去。开头同样可以涂抹适量胶水。缠一段后，加入叶子，叶子的上下位置随机，但不要太靠上。开始可以多缠几圈。注意正面纹理朝上。缠好后，同样在结尾涂抹适量胶水。这样，一只完整的郁金香就组装好了。接下来，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剩余的花枝组装完成即可。